我接下了《西游记》最后一集的主持棒，到苏格兰寻找一位年轻的新加坡女生。好处就是有很多自由，没有父母盯着。年仅26岁的她，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毅然留在苏格兰的实验室默默耕耘，在对抗疫情的工作上献一份力。You should be so proud of Ashley. I've never met anybody who works as hard as Ashley does and who cares so much about her science. 我不会觉得说自己很伟大吧，但是就是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们这些所做的东西还是会帮助到病人。Been through some hard times, so tell me, brother, can we make it through the dark? When the world just falls apart, we are fearless, we are lightning, breaking through the dark. 这一次要到距离新加坡将近11000公里以外的苏格兰，寻找新加坡人颜慧。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在疫情期间，新加坡没有直接飞往苏格兰的 VTL 疫苗接种旅游通道，我必须先从新加坡飞往伦敦，转机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再乘坐1个多小时的车程，才可以抵达目的地邓迪丹迪。搭了14个小时的飞机呢，终于抵达了伦敦机场。可是我们一下飞机就被通知说，我们要转机到爱丁堡的航班被取消了。这个航班被取消，不晓得是否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是因为呢上一周有暴风雪 Storm Eunice 来袭而被迫取消的。现在呢，我就要到另外一个航运大楼去查个究竟。经过长时间飞行后，我和摄制组其实已经精疲力尽了。没想到还碰上意想不到的状况，我们不禁怀疑这趟的旅程是否能顺利展开和完成。他们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的航班全部被取消？原因是他们的系统故障。所以它系统故障，所以我们原先猜测的是疫情关系，或者是暴风雪的关系，都不对，就是系统当掉了，所以我们就不能飞。他说我现在需要上他们的网站去查看还有没有其他班机可以飞到爱丁堡。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要等到明天了。以我们的拍摄行程来说，没有办法等到明天，所以我再看看应该怎么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我们整组人在打了无数次的求助电话之后，最后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可以从伦敦直接到达邓迪。当下呢，我们就想说，找到一个方法，就是搭火车。火车的时间会比较长，全程可能需要6个小时。问题是在于困难重重，因为很多人也需要买票，那车票买不买得到？而且我们又有时差，我们必须联系新加坡那边的公司，不管是我们的监制也好，我们的助导也好，全部人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在大家的全力配合之下，我们终于顺利登上直通邓迪的高铁了。哦，好冷啊！经过大概29个小时的路程，我终于到了登地。我现在只想见到一个人，就是颜慧，你在哪里？走出冷清清的高铁站，我正在寻找一张亚洲的脸孔。距离跟颜慧所约的时间，我们已经整整迟到了几个小时。很多人，可是到底颜慧在哪里呢？她应该很好找才对，因为放眼看过去都是还没看到亚洲人。我们去前面找找。颜慧啊，我为了找你，我们已经走了29个小时的路程了，你到底在哪里呀？啊，颜慧，颜慧呀，你在哪里呀？
然我就看到了希望，远远的有一个小女生在跟我挥手，就是她。颜慧吗？哎呦，颜慧啊，你好！哎呦，我看到你真的太开心了，我真的就一边找呀，你在哪里？真的用喊的有用哎，有用。你好，哦，我跟你讲，为了来到登地找你，我们真是跋山涉水。你知道我看到你心里那股感动吗？我是颜慧，今年26岁，在丹迪做博士研究。年纪轻轻的 Ashley 颜慧，从小就对生物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理工学院获得生物医学科学文凭后，在2016年前往苏格兰邓迪大学攻读生物医学科学学位。当初是在选大学的时候就选到了丹迪，因为这边生活比较便宜，所以就打算来这边读。原本是读2年，但是没想到就是毕业之后就有一个机会给我读博士，所以就继续多待了几年，就现在6年了。邓迪是英国苏格兰东部北海沿岸泰河入海口的城市。这个占地面积约60平方公里的城市，人口为大约14万8千左右。原本是苏格兰东海岸重要的贸易港口，这座城市随着传统产业的逐渐衰弱，目前正在大力发展如生命科学研究、高等教育、高新科技产业和旅游业等的现代产业。而新加坡人颜慧目前就是在邓迪著名的邓迪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充足的休息了1个晚上，第2天一早，颜慧第一时间就带我去参观她的学校。所以这里就是你念大学的地方。对，刚来前2年读学士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校园里面。所以这里是 University of Dundee。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念书呢？因为有这么多所大学可以选。因为当时就听说 University of Dundee 是否in life sciences 是整个 UK 的第1名，就是也觉得它这个地方小小的也不错，然后也觉得它的学费很便宜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给我直接进入第3年嘛，我就省了2年的学费也不错。所以你蛮会省钱的。对，真的，爸爸教得好。因为在理工学院考获优秀的成绩，所以邓迪大学就直接保送，让他插班进入大学3年级修读。不过，对一个年仅20岁就得置身远渡重洋到苏格兰留学的女生来说，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来的时候就觉得口音会有一点点的难适应，因为他们这边的 Scottish 的口音没有比较常听嘛，尤其是搭巴士的时候，有时候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是就慢慢住了几年就习惯了。当初你刚到这里念书的时候，很容易融入这里的生活吗？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就是因为还好说交到一些朋友，所以有时候可以就是来一起在这边聚会。所以就不觉得寂寞。那你觉得出国留学，好处在哪里？好处就是有很多自由，没有父母盯着。那坏处呢？想念一些食物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马上解决，就要忍着，对不对？对。大学毕业之后为什么会走入研究这一块呢？就是因为比较喜欢在实验室里面做 lab work。但是虽然是有说很多不同的选择可以走嘛，有些进入去做 admin 啊，就是人家的临床实验的那些admin work，也是可以做，但是我就是喜欢做 lab work。所以就是给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很多在邓迪的新加坡留学生都选择了先回国再做打算。疫情爆发的时候嘛，是2020的年头嘛，1月2月，然后到了3月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到了我们 UK 这里。大概3月底的时候吧，我的教授就说，OK， 你们下个星期就不要来上班了，就全部在家。就没想到很快的当天就说，我们要封城。然后就很多新加坡的学生呢，他们就急着就是要回去。
但颜慧却有不同的选择，因为她的学校导师当时刚好负责一项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项目，需要一名博士生加入研究团队，所以颜慧就选择了留下来。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不是每个人会有这个机会，可以为疫情做一些事，就是抵抗疫情这样子嘛。最后一集的《西游记》，我来到了苏格兰的邓迪， In Life Sciences 是整个 UK 的第1名。探访一名来自新加坡的年轻科学家颜慧。颜慧，这里是医院，为什么你今天会带我来医院呢？这里是 Nine Wells Hospital， 这是我平时工作的地方。你工作的地方，可是你不是在实验室里面工作吗？我带你去一个机密的地方，就是机密的地方，那我要做什么准备呢？不用做准备，我帮你做。好，就是我们实验室就是刚好在医院里面。啊，对，那好，那你赶紧带我去吧。好。医院里的实验室就是颜慧每天必须来报道的地方。等下这个地方是好像提醒了。虽然目前苏格兰已经解除大部分的防疫限制措施，但是医院涉及病人的安危，所以摄制队必须在限定的范围内活动，才可获得院方的特许入院拍摄。这里会比较温暖，对，所以这里就是你的游乐场吗？对，这个是我们的 microscope room， 我最主要用的 microscope， 也就是你的显微镜。对，培植细胞是颜慧在进行研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怎么感觉看起来像昆虫这样，好像毛毛虫这样子？这是我的培植的细胞嘛，然后就是从我们的肺部那边取出来的。所以呢，当你们抽取了这些所谓细胞了之后，这个培植部分，它最主要的是你可以看开说它们是不是一种抗体，是吗？其实这个暂时是我自己的那个实验呢，不是跟抗体有关，我最主要是看说跟我所用的药物有什么反应，这样子对这些细胞有怎样的变化，然后就看如果加药下去的话，会不会就是有把它变快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你在研究哦，不单只是说在培植这个细胞的部分，其实你也是在研究说培植后的细胞它跟药物的反应会是如何。对啊，培植就是其实是我们最简单基本的一部分，因为就是没有这些细胞，我们就做不了实验了。简单来说，颜慧的工作就是利用细胞尝试研发和创造出新的药物来做实验。近年来，随着生物药物和细胞药物的开发，许多以往难以治疗的疾病，目前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甚至治愈。我们在做 COVID 研究的时候呢，最主要是有2个不同的临床实验，有2种不同的药要喂病人，但是喂药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在前线的医生做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抽病人的血，然后我们就 process 这些血，然后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抽取出一种叫做中性粒白血球，之后我们再有不同的实验，就是要看这个药物对这个白血球有什么不同的功能变化。中性粒细胞是血液白细胞的一种，对抵抗某些感染，尤其是由细菌引发的感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颜慧呢披上她的战袍的时候，你会发现她小小的个子，顿时间哦，整个人是开始发光发亮的。而且所谓的发光发亮是从她的眼神，你知道她眼神呢释放出的那种专注力，还有就是她在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完全感受到她对工作的认真。在这边呢，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这个是什么人？你的男朋友吗？不是，这是我的教授。哦，你的教授。Hi James. How you doing? Yes, hi there, Professor Sharma. I was expecting to have this idea that you'll be someone that's very senior looking, but I didn't expect you to be so young. Well, the masks hide a lot of wrinkles and a lot of experience from the COVID pandemic, so maybe I look a little bit younger than I am.
I know that both of you are working on a research. It's for COVID research, right? Yeah, so Ashley's been with us since she was a student, actually. So Ashley came to join us to do a project as a very young student and really had a passion for respiratory research, and so stayed with us to pursue her interest in the immune system. So when the pandemic started, that was a really great opportunity to take some of the experience that Ashley had to try and find new treatments for COVID. 新冠病毒在最初的爆发之际，苏格兰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每天的确诊人数一直往上飙升，全球的医学界都束手无策。Scotland was hit very hard with COVID. We had a lot of cases, a lot of very sick people in the hospital. So COVID, particularly 2020 and the beginning of 2021, was very difficult for Scotland. 研会当时的导师 James Chalmers 教授是在呼吸内科上有权威的医师兼研究员，而且在新冠病毒爆发的时候，他们也在进行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和药物研发。研会就是在导师的建议下加入了研究队，而留在苏格兰。One of the positive things that came out of the pandemic is how much research we were able to do to try and help to fight the pandemic. So that was developing antibody tests, developing vaccines and developing treatments. And Ashley was really crucial to that. So Ashley's research as a PhD student prior to the pandemic was all about how the immune system works and how it fights infections. And so we were able to use some of the work that Ashley had done before, understanding the lungs before COVID existed, to try and develop new treatments to fight COVID. So she became a really critical part of a team that was testing a new treatment for COVID-19. 因为导师的邀请，研会便把握住了机会，留在苏格兰和研究团队一起努力奋斗，因为他希望能为这一次的疫情做出一点贡献。During 2020, when Scotland was locked down, we were going out to get samples from patients that have COVID, and Ashley would be in very tough conditions in our containment level 3 lab, processing those samples. So those are labs controlled for people that have got severe viral infections. 我不会觉得说自己很伟大吧，因为我觉得真正在医院病房里面真的有帮到病人的那些医生就比较伟大。我觉得我们在后台做实验的，也不是说就没有很大的贡献，就贡献是不同，但是就是还是很开心，因为就是我们这些所做的东西还是会有帮助到病人。在教授的眼中，研会是他最骄傲的其中一名学生，而且还登上了教授办公室墙上的名人之榜。Everybody in the lab was just taken with how enthusiastic she was, how much she knew about the lungs and the immune system, how passionate she was about finding things that could help patients. She really makes us all proud, and she's won awards at the European Lung Science Conference. She's presented her work all over the world. Her work has fed into really important national studies to help us fight COVID. She has shared with me, on the side to say that she's very thankful to have you as her supervisor because you have guided her so much. But as you know, she's always modest. I'm not sure if she has actually said that to you. And I'm giving her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at now, Ashley. Oh my God. Yeah,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last probably 4 years, I think. That was probably when I joined the Yeah, I lab. think that's right. Yeah.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help. You don't have to thank me. I should thank you. You've done incredible work for us. No, you have. And particularly, so I'm a clinician as well as being a scientist. So a lot of the time during COVID, I wasn't here to help Ashley. I was on the wards treating patients. And Ashley, along with everyone else here, kept the labs running, doing incredible work during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periods. So that's why I say thank you to Ashley and to all of our colleagues for the incredible work that they've done. 在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环环相扣的。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全球都是受到这个冠病病毒的肆虐，更需要与时间赛跑，去努力的找到治疗的方法。你会发现说，他们所做的每一样贡献，不管是他们的成功，或者是小小的挫败，我们都与他们同在。研会每天几乎过着2点一线的日子，从家里和实验室来回。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能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阅读、运动、
或自学小提琴。有些时候，妍慧也会约上1-2名同样是来自新加坡的留学生好朋友到家里聚会。Hello， 你好。Nice to meet you。目前正在邓迪修读神经生物学硕士学位的柯文琪，是妍慧在这里认识的新加坡朋友之一。So I've been in Dundee for 3 years, and I had met Ashley because I saw her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the Straits Times. So I decided to contact her, and we started chatting about academics. 面对的问题都是类似，所以有时候就是跟对方投诉的时候，也不需要多解释，就是只要讲重点，我们对方就会马上明白，马上了解。Ashley is a very caring person. In the time that I've known her, she's been very helpful as well, giving me advice. She's also very smart and intelligent, and you can tell that she's very passionate about what she does. 2名身在异乡的女生，就因为一场疫情的关系，成为彼此的依靠，更成为好朋友。As people grow older, sometimes it's more difficult to create genuine connections. Having met Ashley, I'm very grateful to have found such a good friend in her, in a time where I really didn't expect to find one. 今天早上在苏格兰邓迪的天气虽然有点寒冷，但是阳光普照，所以我决定上妍慧的家串门子。妍慧早，我来喽，欢迎光临，谢谢。刚刚来到邓迪的时候，妍慧和其他留学生一样，是住在学校的宿舍。平时吃饭、做工全部都是在这里。后来在第2年，为了拥有自己的私人小空间，他就在学校的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自己居住。这是我收藏的一些东西。是我看你好喜欢这个漫威的这些英雄，是不是？呀，我觉得我对这位很感兴趣。哦，这是我同事画给我的。现在他已经搬回去西班牙了。他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蛮要好的，所以他走之前他就画了这幅送给我。还有这些都是这里交的朋友。对，这个是我们以前 Rosehill Street 一起住的一些朋友。所以同学们都回国了吗？这边里面的全部都回国。全部都回国了，就你还留下来。对。哦，想他们的时候就会来看一下。哦。哇，有点。我一打开门呢，我就看到这个脚踏车，而且你看瑜伽垫，对不对？呀。告诉我你是很爱运动的，对不对？还好啦，尽量。所以你是一年想到1次吗？多几次。回到这边呢，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大老远从新加坡带来的东西要给你，谢谢。千里迢迢的来到邓迪，我当然不会空手而来了。你想吃辣的时候有辣沙可以吃，想念嘎东老师。对，想念鸡饭的时候可以自己煮。谢谢。除了带来了一些妍慧在当地买不到的美食，我也特地将妍慧妈妈和奶奶的爱与心意带过来。所以这些是暖你的胃的，现在我带了一些暖你的心的。你的父母很可爱，妈妈就说啊，你很喜欢吃一样过年的食品，可是已经过完年了嘛，我们来的时候，所以妈妈就说没关系，我亲手做给妍慧吃。哦，你要不要猜一猜这是什么？是不是素的鱼皮？对，就是那个紫菜啊。我妈妈跟我讲是素的鱼皮，特别想念，对不对？看到。真的很感动。然后呢，下一位一定要把爱带给你的人是奶奶。这是什么吗？燕皮，燕皮。对，这是我们福州人会常常包饺子的时候，我们叫做北宁圆，就是每年新年奶奶会有包，然后有时候也是可以直接丢汤这样子。会他们在这么远的地方，你自己一个人，然后想他们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就打电话咯，打电话，就每个星期天都有打电话，就聊天，然后有时候看到的东西、想到的东西就会拍，然后给妈妈看。
哦，让我把他们要给你的拥抱也抱住。离乡背井的游子，最想念的应该就是家里的亲人和家乡美食吧。相信妍慧现在的心里也是百感交集的。严爸爸在化妆吗？还是严爸爸你在穿西装吗？是不是？妍慧虽然年纪轻轻，但还是非常的乖巧懂事。她和父母都约好每个星期天做电话视频。早的话10点多，有时候11点这样哦。而且因为新加坡和苏格兰时差8个小时，所以妍慧都会约定在苏格兰的下午时段，也就是新加坡的晚上，大约10点开始和父母视频聊家常。拿到那个紫菜卷了没有？有收到了，而且他一拿出来，我告诉你，他眼泪直流。我知道你一定会很感动的。妈妈很调皮哦，对不对？你看妈妈有一个很调皮的表情。照片是我最喜欢的妍慧的照片啊，她做 presentation 啊，在那边。妍慧在家中排名最小，上有一名哥哥和姐姐，所以当她20岁就独自一人出国留学时，父母着实是有点担心的。对妍慧我是放心也不放心。放心的话就是说，因为我知道说她的人的性格很独立，那么她也很懂事啊。不放心当然是因为她是小女儿了，去一个这样远的地方，完全陌生的环境，那边读书会被人家欺负啊等等啊。当然，爸爸是什么东西都会担心的啦。他有时候就会讲说，过马路要小心看路啊，还是什么，就简单的东西啊，我自己都懂的，但是他还是会就是要说，就感觉说他不说的话会心里不舒服的感觉的。奶奶有最近有去看到吗？就是疫情突然间增加很多嘛，一天有时候都上万，所以奶奶也担心啊。她说跟姑姑讲说，暂时不要去了。妍慧最后一次回来新加坡是在2020年的农历新年期间。她最大的遗憾就是爷爷去世的时候没办法赶回来。现在最让她放心不下的就是跟她关系很亲，而且已经高龄90多岁的奶奶了。有常常想家，所以就会每个星期打电话，然后有时候工作很忙啊，一直没时间。还有因为时差的问题嘛，所以有时候要打的时候，奶奶已经睡觉了。如果奶奶有语音留言给我，起床的时候或者是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听啊。但是很多时候我还是要跟姑姑讲，因为奶奶不会用电话，然后姑姑也会帮我传话，就是跟奶奶讲的。你过去看奶奶的话，你记得要做啊那个 ART， 其实妍慧在疫情爆发后，还选择继续留在苏格兰。妍爸爸当初并不是100%的支持。那时候新加坡外交部一直都说，外国的学生快点回来嘛，因为政府的一个担心是说，在外国的学生可能得不到优先的照顾嘛，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很矛盾啊。后来他跟我们分析说，回来跟不回来的好处在哪里？结论就是说，在飞机上受到的感染的机会更高。另外一点就是说，他如果回来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回去，因为你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那么事实也证明说，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啦。会不会叮咛他什么的？他不喜欢我叮咛他了，肯定叫他要小心这个，小心那个。拜喽，拜拜，拜拜，哇！妈妈好可爱哎，嗨，喵！有，我们平时有对话的时候有这样喵。刚巧今天是周末，妍慧不必上班，所以她特地带我到附近走走。你看到他那个 dog print 很 cute。对哦。刚开始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习惯他们的气候了吗？以前住在新加坡的时候，我都一直也是很怕热，所以到这边给我来讲其实是天堂。所以这个气候你就特别的喜欢，刚刚好，刚刚好。
虽然啊风很大，可是在阳光的照射下还是挺舒服的。有一点点的温暖。而且我发现在这一带啊，感觉很多人来这边休闲娱乐。有父母亲带着很多小朋友来这边玩沙。对对，尤其是周末嘛，都没有人上课，可能父母也是比较少上班。因为现在刚刚巧你碰到这个冠病疫情，那你们正在研究一些解决病症的一个方法，是否就变成推动你的一个动力呢？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就会跟自己讲说是为了帮助人类这样子，就是抵抗这个疫情。像你说为人类有贡献，是否会给自己设定某一个目标？长远的梦想的话，是希望说以后会有自己的实验室，然后我就可以选自己的项目，自己研究。要针对哪一种病呢？就还没有决定。我原本的题目支气管扩张这个病呢，我是觉得我之前是想读，也是因为就是没有什么人要去研究，所以可能也是就是因为比较少人研究的话，我就会可能也想去，所以是到时候看吧。《西游记》在每一期结束之前，主持人通常都会准备一道特别的家乡菜，给我们的主角一个惊喜。不过这次的特别企划是，我要和妍慧一起联手大展厨艺，用妍慧奶奶特地让我们带来的燕皮做出福州的扁肉燕。我们现在就要去超市大采购啦。想省钱的时候就没有来，因为在这边会控制不了自己，会一直买。因为这边呢，人家说是大超市，我说这里呢是巨无霸超市。Yes。妍慧是福州人，所以她说每年的农历新年，奶奶总会准备一桌的福州佳肴，让一家人大快朵颐。你说，慢慢逛。而其中一道利用燕皮制作的扁肉燕，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凭着儿时看着奶奶制作扁肉燕的记忆，妍慧现在就得尝试复制这道佳肴。奶奶也用猪肉碎，那奶奶会放虾在里面吗？对，一点点的虾，一点虾，好，所以我们要买肉碎，买虾，然后还有马蹄，这里会有吗？这里会没有，所以奶奶有跟我讲说，买不到马蹄可以买苹果。哇，奶奶很厉害，就是还是可以有那个口感，而且可以增加它的甜。对。在新加坡的姑姑跟我说，妍慧已经有超过2年没吃到这道菜了，就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扁肉燕的做法呢 ？OK， 买这个，好，可以，这个好了 ，OK， 虾3样都有了。制作扁肉燕的材料都齐全了。我记得妍妈妈之前曾在电话视频里特别叮嘱，今天是农历正月29。福州人必须吃一道叫熬九粥的传统甜点，以图个吉利。所以我和妍慧决定走一趟华人超市，去购买制作熬九粥的材料。糯米、花生有了 ，OK， 红枣有了，需要龙眼干。因为从来没有煮过福州的熬九粥，所以妍慧妈妈还特地发了食谱和制作过程让她参考。但我们毕竟身在西方城市，有些材料如新鲜的白果和莲子都买不到，所以只能将就点，有什么就买什么吧。哎，这边红枣，我们要不要买红枣？不用，我有，因为上次我跟我妈讲说我要红枣嘛，她买了3大包给我，用到现在还没有用完。不是，你确定没坏吗？没坏，干的还好。哎，那下次我跟你讲，你跟你妈讲你要钱。他也给你3大袋，那个是要跟爸爸讲。OK， 我知道了，严爸爸他要钱。今天是过酒嘛，说熬九粥。现在我们有莲子，所以先放先要煮一煮吧，莲子，对不对？对，8粒吧，你说。科学家就是这样，他要很精准，他要算8粒，给客人多吃1粒也不可以。看着妍慧小心翼翼的动作，不知是否她在外国没有经常下厨，又或者是在镜头面前不好意思展现厨艺呢？
请问你的厨艺如何？严大师、严师傅，我觉得 OK 啊。严妈妈还有严奶奶觉得你 OK 吗？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也是觉得 OK 吧。将福州甜点熬九粥下锅熬煮之后，我们2人也合作将包裹扁肉燕的材料准备好。你有看过燕皮吗？没有。现在就要用我们特地从新加坡带来的燕皮包入馅料了。哎，它看起来好像收久了的纸。对对对对，你看都开始有点黄黄这样子。对，干干的。所以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包之前呢，要先把它弄稍微湿一点点啊，不然不好折，就是不好包。对，好，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很容易被撕破。是，对，所以我们先要剪。哎呦，真的，他这么一说，你看我马上就给他撕破了，你看。燕皮是一种利用肉蓉和甘薯粉碾制而成的薄片，又称肉燕皮。弄湿之前呢，我们要先给它铺开来。它的制作过程复杂繁琐，但制作出来的口感平滑细润，是福州特有的传统小吃。如果要做比较一大批的话呢，你就是要这样一层一层的这样弄，然后再放第2层上去，然后再弄湿，然后再放1层，然后再弄湿。太多的包裹扁肉燕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可是做起来却一点都不简单哦。所以就把它整个这样，小心慢慢的这样。有一个包法吗？还是没有？就是把它整个捏起来。对，捏起来大概这个样子就可以。哦，这个蛮小个的，你看它下面就是爆下，所以要很小心。你看，有经验跟没有经验，我这露馅了。尤其是我们2人手忙脚乱地将扁肉燕包好，并放进锅里蒸熟。接着煮好高汤之后，在锅里的熬九粥也已经煮好了。现在就是要验收我们2人合作成果的时候了。跟奶奶做的有一点不一样，but 因为材料也没有说完全到位，but 我觉得可以过关。说真的，我们这么简单的做，我还觉得挺好吃的。谢谢。虽然材料和调味有些许不足，扁肉燕吃起来可能味道有点不同，但是这道小吃还是能唤起妍慧的一些回忆。刚才制作的时候，你是会想到说跟奶奶一起做燕饺的时候，那现在把这个吃进肚子里了，有没有另一番滋味？那个味道有点像，但是当然就是没有奶奶包的那么好吃。所以，不过我觉得可以过关。会不会更想念奶奶？品尝了扁肉燕，现在也该尝一尝妈妈叮嘱妍慧今天福州人一定要吃的熬九粥了。这个呢，其实是福州人相信说，每逢这个节日，这个日期你吃的话，可以逢凶化吉，它是带来好运的。所以祝愿你今年逢凶化吉，好事连连。谢谢，也祝你同样。好。好好吃哦。谢谢。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妈妈特地叮咛你今天一定要吃这一道熬九粥。吃了之后，我觉得整身都好像暖起来，它是一个补身的食材。我觉得它里面的食材对身体蛮好的，可以补血补气，让你更有活力。我吃的很满意，你吃的满意吗？满意。有没有满足的感觉？有。有没有家的感觉？有。那我想带给你更多家的感觉。你可以帮我开启你的电脑吗？请帮我把这个插进去。OK。好，我们来开第一个。对，在那个炮台那边。妍慧姑姑希望你不要忘了初衷。你当时跟姑姑讲你要去丹地，是因为你想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姑姑对你有信心，加油！妍慧，希望你在海外好好学习、工作，期待你学成归来之后呢，我们再一次去享受本地的小贩美食。嗨姐，我们都很想你。你现在在 Scotland Hope you're having fun。你回来的时候，我请你喝奶茶，因为现在没有你的生意，奶茶要倒闭了。妍慧，哥哥买的东西寄到你那边，记得带回来，谢谢。
然后你在那边做什么东西要尽力做到最好。妹妹，妈妈知道你一个人在外国生活是不容易啦，所以妈妈一直鼓励你能够追求自己的理想，那朝你想要去的目标去努力。还有很多事情你要以大局为重啦。妈妈还是一直鼓励你，也给你祝福。妹妹，爹地想念你的时候就看看你写的书法，就很开心。你也在那边也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因为我们都会照顾自己。爹地懂得怎么样去在外面都找这个娱乐，做点运动。那么你在那边生活方面自己也要懂得照顾自己，交朋友要小心。这个是你生日的时候，很多年我都忘了。年会，我是奶奶，我看你会不画，我就想起你，我是很想你，你的头脑很聪明的，我知道，奶奶很担心你，这样咯。你几时回来你就回来咯，这样咯，你不要这样太牵挂家里人，你做你的事情咯。你回来了，你要吃什么？奶奶一定会煮给你吃的。奶奶等你回来，你要注意你的健康。你回来，我看你健健康康，我就开心了。看到他们对你说的这些话，然后你的情绪真是……我觉得有今天的成就，不只是我自己的功劳，就是因为你们一直给我的爱跟呵护，给了我很多力量，所以我才能有今天这么多的成就，对你们都很感恩。Oh no 谢谢。他们要我为你准备的。颜慧呢，她完完全全道出了游子的心情。新加坡和苏格兰的距离呢，相差10967公里。我可以完完全全感受到颜慧和她的家人，他们心系着彼此，他们的距离是非常非常靠近的。记得这张照片吗？有印象吗？没有。他们有说是几时拍的吗？在你大概12岁的时候。对，一定是还没绑牙之前。来，我们转到后面去。大雁皮呢，是姐你想吃家乡美食的乡愁。带照片给你呢，是想他们的时候呢，你可以摆在房间，看一看。同时呢，上面写着的鼓励呢，是想告诉你，碰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呢，就算是3更半夜，就算有时差，转过去看一看，家人都与你同在。谢谢你们的墨宝，我不管是搬到哪里，去到哪里，一定会跟着我在一起。可以看到哦 ，Ashley 除了是在做一件他自己感兴趣的事，他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Ashley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坚持信念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出成功之路。请问你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位新加坡人？是，我是新加坡人。你好。这场疫情让很多人都回不了家，回家的路那么近，却那么的远。Where is this from？ 我妈妈的黄梨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这个是最大的盼望了。Thank you for bringing my family from Singapore here。这个系列的《西游记》，我们找到了身处异乡的新加坡人。Everything was fine。我找到周边了，见证了他们在重重困难下仍然继续奋斗的故事。I cried a lot. I was very, very emotional, but there was a lot to be proud of.
You need to fall and then you stand up again to be better for the next day. Light can't exist without darkness. 在世界各个角落，其他许许多多的新加坡人，你们也要继续加油。 I can do all things.